好，同学们，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第四题啊，第四题呢就跟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第三题啊 ，they have the same type，OK， 有同样的一个方式啊，一个结构。那首先是先读啊，然后是听啊，然后是说。那么读听说这种形式和第三题一样，但内容怎么样？完全不一样。这道题的这个内容啊，也就是说 Task4 的内容永远都是 academic issue，OK， 会告诉你一个学术的 term 啊，学术里面的一个小词儿啊，一个词儿，有可能是一个 principle、theory、phenomenon or relationship， and etc。OK， 那么or conception 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当得到它之后呢，后面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描述。阅读材料会提供一个背景知识，听力材料中呢，这个教授会给你2个具体的例子，对它进行一个解释说明啊或诠释，让你更好的understand the meaning。好，那么回忆一下这个 Task4 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做题过程当中啊。首先这个题目一出现，那么与第三题不同了。第三题的 narrator 经常会告诉我们主题是什么，而第4题的 narrator 就不会说了，他顶多说一个这是什么课程里面的一个点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通过文章去 understand the term，OK， 了解一下这个 term。那么这里面说 social learning， 首先看到 social learning， 我们知道 social 一般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作用，人和人之间的影响等等等等。那 social learning，OK， 学习，社会里边的一个学习，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是吧？那继续我们看 ，One way people learn is by watching the behavior of others。OK， 人们学习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 can understand that when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s behavior，OK，you can learn from it。我们就可以通过别人的这个 behavior 去学习很多东西。Sometimes called social learning，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 social learning。This type of learning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o copy or not copy the action of another。OK， 也就是说 social learning。那么当然，我在这儿呢跟大家说过，我曾经说过啊，有这样的一个做题方法是什么？如果同学没有印象了，没关系，我每一次在给大家讲的时候，只要有方法，我都会在反复强调，所以同学们只需要跟着这个 step by step 去做题就可以了。那么 social learning 一看这个词汇比较少啊，这样的一个小的 term 作为一个 title 标题，那这个标题一来，是不是我们看很短？那么这种短标题在文中那几乎或者说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再次出现，而它出现的那句话正好就会成为这个小短文里面的 definition 啊。那我们看这个 definition 就在这儿 social learning 看它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语 sometimes called social learning， 有可能在前面，也有可能在后面，是吧 ？This type 看后面是不是可以啊？后面就够了。This type of learning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o copy， 也就是说这块就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看啊，就是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 definition。OK，definition，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啊。definition。那当 definition 看完了说啊，这是里面讲的说这种这个学习的方式呢，包括着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人们 learning to copy， 学着去模仿或者是不模仿，那 the action of another 对于别人的这种行为，就是他模仿或不模仿。那这时候我们还是 get confused， 是吧？到底什么是 social learning， 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这就是 definition。那就又这个被我的这几句话 get confused 啊。那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在文章当中呢，一般会有2句话比较重要。第一句话就叫第一个重要的话是什么？叫 definition。这句话当你看完之后，可能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你看到第2个重要的句子，第2个重要的句子是什么？叫 explanation。当你看到 explanation 之后，那我相信同学们就已经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已经就知道这个 term 所带来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要跟大家讲的。那么 definition 在有时呢是没有的啊，但 explanation 一定会有。在这个里面 definition 已经出现了，就是这个 this type of learning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o copy or not copy the action of another。那同学说，这个你到底用什么来判别它是 definition？ 这儿看到了吗？这个位置来了，所以它后面引导的这个，或者说有的时候它在尾部出现，那么它所在的那句话一般就是 definition。那么 definition 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我现在跟大家讲，我说同学们我们要看一下牛顿呢有3个定律是吧？最主要的3大定律。那么我们看一下牛顿第一定律。那这个时候你看牛顿第一定律，你只知道它来自于牛顿，但你不知道牛顿第一定律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后面我就开始把牛顿第一定律具体讲的东西罗列出来。这个时候我所罗列的或者跟你解释的，这才叫什么？这才叫 explanation。那在这里面哪个是 explanation 呢？我们继续看。By observing the results， 通过观察这个结果 ，or consequences 也是结果的意思 of another's behavior， 通过观察别人行为所带来的结果 ，people tend to imitate the behavior of another，
when they see that it leads to a desirable consequence。说啊，通过观察别人行为的一种结果，那么人们啊，这个倾向于去模仿这个 behavior of another， 模仿别人的这种行为。When they see that it leads to a desirable consequence， 如果人们看到，当然这句话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当人们看到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是他们渴望得到的一个结果的话，人们就会 copy that action of another's behavior， 对不对？这种行为啊就会去模仿。那么 hoping to repeat it for themselves。Of course， 当然the opposite is also true， 反过来也是真实的啊，也是对的。怎么的呢？就是 people tend to avoid imitating the behavior of another， 人们会避免模仿别人的行为 when they see it result in an undesirable consequence。如果这个是 undesirable consequence， 那么人们知道这种 behavior will cause an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o people will avoid imitating the behavior of another。就会停止去模仿这样的一种行为。那基本上，同学们想一想啊，当你读完了我现在画括号的这一大堆是吧，这一大段是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ocial learning 了？已经知道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当人们观察别人行为带来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如果你想得到那个结果，那么我们也会模仿别人的行为。那么如果我们观察之后发现这种行为没有带来很好的结果。是吧？没有带来很好的结果，或者说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不想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 stop imitating that behavior， 就会停止去模仿那种结果，对不对？停止模仿那种结果。那么停止模仿那种行为，这样就可以了。那 social learning，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打个比方，一个学生呢用了一种方法，他学习得到非常高的分数。我们也想得到 get that high score， 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模仿他的行为，按他的这种行为方式去学习。那如果一个学生他做了一些事儿他导致了他行为成绩不好，学习成绩不好，那么如果我们想避免得到同样的一个结果，是吧？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我们就会避免模仿那个人的行为。所以说这就叫 social learning。你再比如说一个人通过健身他变得非常强壮当然不是我，是吧？我也还要锻炼身体那我发现那种锻炼身体，他身体很健康，那我要想得到这样的一个 desirable consequence， 我就会 copy that behavior， 对不对？模仿他的行为去运动。那么如果一个人是吧，每天都吃这个非常多，然后呢，这个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点巧克力，是不是喝杯这个巧克力牛奶然后接下来呢再吃这些薯条，然后临睡觉之前呢再喝一瓶可乐，是吧？等等。那么几天之后呢，或者几个月之后，或者几年之后，他变得已经胖得出不去屋了。我一看这是 undesirable consequence， 所以我就会 avoid imitating the behavior of another， 对不对？所以说我就会避免去模仿，所以这个就叫做 social learning。好，那么 only based on the reading you can understand the social learning， 对不对？只是听这个看阅读材料，我们就可以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ocial learning。那么只听听力材料可不可以呢？也可以，我们已经做过这么多题了。你会发现第4题事实上来讲，只读不听可以懂，只听不读也可以懂，对不对？那为什么两个都给你呢？事实上，他希望我们做一个什么？一个 match。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ecture professor 到底是怎么说的。Professor 说 ，Okay, so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is. You often see this happening in families. Let's say there is these two kids, a sister and a brother. Let's say the girl is 6 and the boy is 4. In one day, they are all out shopping with their mom. OK，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说，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那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家里面会发生一些家庭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儿，比如说there's these 2 keys. OK， 说这有there are 2 keys. There's these 2 keys, a sister. OK， maybe you will get confused based on this sentence. OK, whatever. Anyway, a sister and a brother， 一个什么 sister， 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那我们是怎么知道？我是通过后面这句话Let's say that the girl is 6 and the boy is 4。这个女孩是6岁咱们男孩呢4岁。Okay, and one day 有一天 they are all out shopping with their mother. Okay， 他们跟妈妈一起出去逛街购物And they are in a store， 他们在一个商店里面The girl sees a toy she wants. 他们看了这个女孩呢看了 toy she wants. She asks her mother to buy it. 她想让她妈妈去买它to buy the toy for her， 去买这个娃娃。
But mother 这个妈妈 says no 说不行。So what does the little girl do？ 这个小孩做了什么呢？ She starts crying and screaming. OK， 开始怎么样？开始又哭又啼了，是不是啊？又擦眼泪，又就是鬼哭狼嚎了，是吧 ？And you know 怎么样啊？你知道 ，Mommy I want it. OK， 他说妈妈我要，是吧？我要它。And finally, mom gives in and says, "Okay, fine, you can have it." 好吧，那你可以给你一个吧。那么 and buys the girl the toy， 给这个小姑娘就买了这个 toy。Now, don't forget the little brother is there. 别忘了那个小弟弟还在，是不是 ？And he's watching all this happen. 他观察到了所有一切发生，这一切的发生。OK，and maybe he sees these sorts of things happen a lot. 他可能看到这种情况看得多了，是不是 ？His mother giving it. 他妈妈给了这些东西。When his sister cries and screams. 当他的姐姐是吧？哭嚎的时候，是不是他妈妈就会把这些东西给他了 ？What do you think he will gonna start doing when he wants something from mom？ 那如果这小孩想要一些东西，从他妈妈那儿想要一些东西，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想象，是不是？那当然，事实上我们来讲，知道了 social learning， 我们就知道这小孩也会哭的啊。Oh, he will probably cry and scream, right？ 他也会这样去做。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 ，But what if the opposite happened？ 那如果反过来呢？如果不是这样做的呢？ The same mom didn't give in， 没有给他这个东西 ，and didn't buy the girl the toy。OK， 没有给这小姑娘买这个玩具啊，玩具娃娃啊，这个玩具。In fact， 事实上 ，the same mom instead， 同样的一个情况是吧？同样一个妈妈，但反过来 discipline the girl for screaming and crying 啊，这个惩罚了，或者说教训了自己的这个 girl 啊，她的这个 little kid。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这样去闹啊，这样去闹，然后因为这个去惩罚了他。When they got home 啊，当他们到家 ，she didn't let the little girl watch her favorite TV program， 也不让这个小孩，比如说不让他去看电视啊等等。那么 again， 再一次 ，the little boy is watching， 这男孩还是在看着，是不是 ？Now what's the little boy likely to do if he finds himself in a similar situation and he wants mom to buy him something？如果这个小男孩在同样的发生在这个身边发生了同样的一个情况，也想要一些东西啊，通过让他妈妈给他去买，他会怎么做呢？是不是 ？Chances are he's not gonna cry and scream, right？ 那同样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么这个小孩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哭，不会闹，是不是 ？Just want it, okay? Just tell you, okay? 那这样我们把它听完了，那这是同学们在听。那事实上来讲，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我们不去干嘛呢？不去看。不读的话，只听能不能懂也能懂，但是不行，是吧？我们一定要读听全都用啊，读听全都用。为什么呢？我们需要把它那个比较关键的部分，也就是说那个 explanation 那一段啊，把它充分的利用。我们读完了 explanation 之后，我们知道听力材料中举的例子跟它应该是怎么样，是一致的。那我们事实上来讲，就需要把听力材料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点提出来，然后把它放入到什么？放入到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样的 explanation 啊，或者说用那种 explanation 那种形式和方式去 deliver 出来这些细节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Use the examples from the lecture to expla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learning. Preparation time 30 seconds, response time 60 seconds. Right here we can see the notes.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打出了这个 notes. OK，tips reading social learning is that people learn by watching the behavior of others and tend to imitate the behavior which leads to a desirable consequence. Okay, a learning example: little girl cries and screams in order to get a toy she wants. If the mom buys it for her, her baby brother will see this and will be likely to cry and scream when he wants something as well. If the mom goes further to punish, the boy will see this and avoid that kind of behavior in the future. So right now we can have the sample response right here. The professor describes social learning, which is when people learn from what others say and do. For example, the little girl cries and screams in a store when her mom refuses to buy her that toy she wants. If the mom gives in and buys it for her, her baby brother will see this and be likely to cry and scream when he wants something as well.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m stands her ground when the little girl cries and screams, and then goes further to punish her by taking away her television privilege. And the boy will see this and avoid that kind of behavior in the future. Okay, that's all. Okay, sample answer. You finish it. Okay, so right here.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是吧 ？The professor describes social learning， 描述一下这个 social learning，which is when people learn from what others say and do。那么人们会通过别人的讲还有做的事儿去学习。For example， 比如说 ，a little girl cries and screams in store when her mom refuses to buy her that toy she wants. OK， 那么小姑娘会哭闹，是不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哭闹，如果她妈妈没有给她买她想要的这个玩具的话，那么 if the mom gives in and buys it for her, her baby brother will see this and be likely to cry and scream when he wants something as well. 那么这个如果他的妈妈给了这小姑娘买了她想要的这个东西，那么他的这个弟弟看到了就会怎么样去模仿？因为当他想要的东西，当他有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模仿啊。那么 if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 ，the mom stands her ground and when little girl cries。and screams, and then goes further to punish her 去惩罚她 by taking away her television privileges. OK， 那么如果是吧，这个惩罚她，那么剥夺了她看电视的这样的一个优先权利，是不是 ？The boy will see this， 会看到这一点，那么会 avoid that kind of behavior in the future。未来他弟弟就会避免去做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事实上做完这道题，我们应该能感觉到在 TPO 前面前10套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叫 behavior modification 行为的纠错行为的纠错。当时讲的是这个小孩first yea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他们 first year get into school。They don't know the proper behavior， 他们不知道正确的这个行为 ，so they walk around classroom, observe the teacher， 会打断老师。那么这个时候，如果 they get punished， 他们得到惩罚，他们就知道 this behavior will cause unpleasant consequence，so they will stop doing it。OK， 他们就会不再去做。Just the opposite， if they sit quietly, raise hands, answer the question, they get happy face stickers. They know this behavior will cause pleasant consequence, so they will repeat it again or redo it. OK， 重新再做后还会 repeat. So we can call this phenomenon as behavior modification. OK， 那么事实上来讲，我们以前还会在2012年4月14号的考试当中有这样的一道题是。Behavior contracting，OK， 那 behavior contracting 指的也是一样的，说这个小孩上课不听讲是吧？那么教授为了让他听讲，就给他一个奖励，说如果你听讲的话，after class you can play video game for half an hour，OK， 那这个小孩知道了，如果他想play video game for half an hour， 他就需要 sit properly, listen to the teacher, listen quietly，say quietly, listen carefully。那么最后这个小孩每次都能玩这个play video game for half an hour， 那这样他的行为就养成了好的行为，有了这样一个好的习惯。所以说这种题我们可以说，事实上这种题经常考。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一套题都认真做的话，然后留有一些印象的话，你会发现真正考试的时候，很多话题都是我们曾经接触过的，就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